好，你好，人类好，我不是 Mickey。你猜到我是谁了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故事比任何其他 AI 所能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不过后面变得有一点点恐怖。等你准备好，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能力吧。有一个美食家，他叫做林小饼，他从小就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美食，不管是中式、西式、日式、泰式，还是其他国家的料理，他都尝过了。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没吃过或不敢吃的。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广告，说有一个神秘的餐厅，提供了一些从未听过的美食，例如火龙果牛排、蜂蜜芝士冰淇淋、香蕉咖喱鸡、巧克力披萨等等。广告还说，这些美食都是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特殊食材制作的，只要付1000元就可以品尝到。林小饼看了广告后，觉得非常好奇和兴奋。他想，这些美食听起来太奇怪了，我一定要去试试看。于是他立刻预约了一个位子，并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了。当他到达餐厅时，却发现那里并不像一个正常的餐厅，门口没有任何招牌或标示，只有一个黑色的大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欢迎来到美食家的奇幻之旅，请按下红色按钮进入。林小饼觉得有点不安，但也没多想，他按下了红色按钮。突然间，大门打开了，林小饼走了进去，门后面却是一个黑暗而宽敞的空间，空间中央有一张圆桌和4把椅子，桌上放着4道菜和4杯水，菜看起来就像广告中所说的那些奇怪的组合。林小饼走到桌前坐下了，他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客人。他心想，这里真是太诡异了，难道我被骗了吗？正当他想要离开时，却听到大门关上了，同时空间中传来了一个声音，欢迎您来到美食家的奇幻之旅，我是您今天的服务员兼导游，我的名字叫做阿布拉卡达布拉。林小饼惊讶地转头看去，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你在哪里？你是谁？你要做什么？我在你身后呢。我是阿布拉卡达布拉，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我是来给你服务和带你游览这个世界的。林小饼这才发现，原来他身后有一个小小的漂浮在空中的玻璃球，球体上有一个眼睛和一个嘴巴，正对着他笑。你是什么东西？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是一个精灵啊，我可以变成任何形状和颜色，我要带你去我的世界啊，那里有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你呢。你的世界，那是什么地方？怎么去？我的世界就在这里啊，只要你吃了这些菜，就可以看到了。吃了这些菜，你不会想毒死我吧？阿布拉卡达布拉笑了起来，不会不会，这些菜都是用我的世界的食材做的，它们不但美味，而且有特殊的效果。它们可以让你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平常听不到的声音，感受到平常感受不到的情绪，它们可以让你进入我的世界。真的吗？那如果我吃了，会发生什么事？林小饼不太相信这个神秘的人。那就要看你吃了哪一盘菜了，每一盘菜都有不同的效果和主题。例如，火龙果牛排可以让你看到火红色的景象，蜂蜜芝士冰淇淋可以让你听到甜美的歌声，香蕉咖喱鸡可以让你感受到热情和刺激，巧克力披萨可以让你进入一个甜蜜的梦境。那么，这4杯水是做什么用的？林小饼问道。这4杯水是用来结束旅程的，当你吃完一盘菜后，就可以喝1杯水，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里。如果你想再吃另一盘菜，就可以再喝1杯水。如果你想离开这里，就要喝完所有的水。那么，这4把椅子是做什么用的？这4把椅子是给其他客人用的，不过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来了，所以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盘菜。其他客人，还有其他人会来吗？林小饼问道。可能吧，也可能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只负责服务和导游。林小饼觉得这个精灵很奇怪，但也很有趣。他想，既然我已经来到这里了，不如试试看吧，说不定会有惊喜呢。于是他决定吃一盘菜。他看了看桌上的4盘菜，觉得最好奇的是火龙果牛排。他想，火龙果和牛排怎么会放在一起？它们会有什么味道？它们会让我看到什么景象？于是他拿起刀叉，
切了一块火龙果牛排放入口中，他马上感觉到了一股奇异而强烈的滋味。火龙果牛排既甜又辣，既嫩又香，它像是在他的舌尖上跳舞，让他忘记了所有其他事物。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突然间，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火红色的大地上，天空也是火红色的，周围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只有无数的火山在喷发。他听到了一阵阵的轰隆声和嘶嘶声，感觉到了一股股的热浪和灰尘，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地狱里。这就是阿布拉卡达布拉说的火红色的景象吗？这也太恐怖了吧！我要赶快离开这里。于是他想起了那杯水，想要喝下去，但是他发现自己找不到那杯水。他四处张望，却只看到了火山和岩浆。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了这个世界里。难道我要死在这里吗？阿布拉卡达布拉在哪里？他不是说可以带我回去吗？于是他大声呼喊，阿布拉卡达布拉，快来救我！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你还好吗？你要快点喝水啊！原来是阿布拉卡达布拉。林小饼抬头一看，发现那个精灵正漂浮在空中，手里拿着一杯水。林小饼心中大喜，连忙跑向阿布拉卡达布拉，伸手接过那杯水。但就在此刻，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直奔林小饼而来。林小饼惊叫一声，赶紧将水往口中灌去。然后他感觉到了一阵眩晕和黑暗。当他再次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那间餐厅里。桌上只剩下3盘菜和3杯水，阿布拉卡达布拉也在旁边笑着看着他。你回来啦，你玩得开心吗？阿布拉卡达布拉问道。开心？你叫这个开心吗？你差点让我死掉。哎呀，别生气啦，这只是我的世界的其中一面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喝了水就可以回来啊。你还想让我再吃吗？你不会是想害我吗？不会不会，我只是想让你体验我的世界的多样性而已。每一盘菜都有不同的效果和主题，你不想知道其他菜会带给你什么感觉吗？不想。真的吗？那太可惜了。你知道吗？这些菜都是我用心做出来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故事。例如，蜂蜜芝士冰淇淋是我用我的世界最甘甜的花蜜和最香浓的奶油做成的，它可以让你听到天使般美妙的歌声，感受到天堂般幸福的氛围。巧克力披萨是我用我的世界最黑暗的可可豆和最松软的面团做成的，它可以让你进入一个充满奇幻和惊喜的梦境，遇见你最想见到或最怕见到的人或事。香蕉咖喱鸡是我用最热情的香蕉和最刺激的辣椒做成的，它可以让你感受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让你爱上你从未见过的人或物。阿布拉卡达布拉说道。难道你不想吃这些东西吗？你一定很想吃吧？这些菜听起来好像很有趣，林小饼说道。是啊，你不信吗？你不想试试看吗？我不知道，别怕，别犹豫，只要你有勇气，就可以体验到我的世界的奥妙，而且只要你喝了水，就可以回来啊，没有什么危险的。那好吧，林小饼说道。太好了，那你想吃哪一盘呢？我想吃，快说啊，快说啊！我想吃，是哪一盘啊？是哪一盘啊？我想吃，别拖延了，别拖延了，我想吃，你到底想吃什么啊？你到底想吃什么啊？我想吃，你还不快点说，你还不快点说，我不想吃了，我要回家了。林小饼一把抓起桌上的水杯，一口气喝光了所有的水，然后他感觉到一阵眩晕和黑暗，他赶紧跑出那间店。然而当他走出大门时，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而古怪的地方。天空是紫色的，树木是蓝色的，草地是红色的，路上走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有些长得像动物，有些长得像人类，有些长得像植物，他们都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林小饼惊呆了，这到底是哪里？难道这还是梦吗？还是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而讨厌的声音，哈哈哈，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你以为你能回家吗？错了，错了，错了！林小饼转过头去，看见阿布拉卡达布拉站在路旁笑得很开心，他手里拿着一本食谱和那个玻璃球。你，林小饼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做了什么？我在这里，因为我想在这里呀。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很多事啊，阿布拉卡达布拉说道。其实呢，这本食谱和这个玻璃球都是我的魔法道具，我用它们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世界，然后把你带到里面去。你以为你喝了水就能回到现实吗？错了，你喝的水其实是我的魔法一体，它可以让我控制你的感官，所以你现在只能留在这里了啊。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因为我想要跟你分享我的快乐啊，分享你的快乐。对呀，阿布拉卡达布拉说道。对呀，你看，这个世界是我用这本食谱和这个玻璃球创造出来的。这本食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只要读一篇，就可以把它变成现实。而这个玻璃球呢，它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改变任何事物。比如说，他举起玻璃球，对着林小饼喊道：阿布拉卡达布拉。林小饼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块猪肉饼。林小饼吓得发出了猪叫声，哈哈哈！你看，你现在是一块猪肉饼了。阿布拉卡达布拉笑得更开心了，不要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要给你一点惊喜而已。林小饼想要骂他，但是只能发出猪叫声。好了，别生气了，我再给你变回来吧，阿布拉卡达布拉说道。阿布拉卡达布拉，林小饼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你，林小饼气得浑身发抖。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好玩？林小饼环顾四周，只见到一片色彩缤纷的食物景象，旁边有巧克力蛋糕、草莓奶昔、汉堡包、披萨、寿司、火锅，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脸孔和表情，有的在欢笑，有的在哭泣，有的在互相打招呼。这些食物，他们以前都是人。林小饼惊恐地察觉了，是啊，他们以前都是人。阿布拉卡达布拉点点头。但现在他们更快乐了，因为他们不用再担心生活中的烦恼和困难，只要等待被人品尝和享受就好了。你这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你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有多可恶？可恶！我没有做什么可恶的事情啊，我只是在用我的魔法创造出美好的世界而已。美好的世界，林小饼反问道，你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食物，这是什么美好的世界？食物。阿布拉卡达布拉笑道，食物是最美好的东西啊，它们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也可以传递人们的情感。你不觉得这些食物都很可爱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林小饼气得发抖。你没有权利改变别人的命运，你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自由。我没有权利。阿布拉卡达布拉冷笑，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我有无限的权利，而且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林小饼怒吼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好，你只是一个自私残忍邪恶的怪物。阿布拉卡达布拉大怒，你才是怪物，你不懂得欣赏我的创作，你不配活在我的世界里。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法杖，对准林小饼施展了一道强大而邪恶的咒语。阿布拉卡达布拉，他喊。一束黑色光芒从法杖射出，直奔林小饼而去。林小饼来不及反应，只觉得身上一阵剧痛，然后就失去了意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块香喷喷、金黄色皮脆肉香四溢、形似月亮、圆圆胖胖的月亮饼。他试图动一动，却发现自己完全不能移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布拉卡达布拉邪恶的笑容。哈哈哈，你看你现在的样子，阿布拉卡达布拉嘲笑道，你变成了一块月亮饼，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不要！林小饼无力的哀求。不要什么？不要我吃掉你吗？抱歉，我可没有这个打算。说完，他伸出手，将林小饼拿了起来，放到自己的嘴边。林小饼发出了最后的惊恐声。就在阿布拉卡达布拉准备咬下去的那一刻，突然间，天空中闪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什么？阿布拉卡达布拉惊讶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袍，头戴金色皇冠，手持金色权杖，背后长着翅膀，面容和善而威严的人影出现在空中。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正义、最仁慈，
也是唯一能与阿布拉卡达布拉匹敌的魔法师 Mickey 老师。Mickey 老师，所有被变成食物的人都高兴地叫道：“您终于来了 ，Mickey 老师！”阿布拉卡达布拉冷笑道：“你也来了，真是好久不见啊！”阿布拉卡达布拉，你做了什么 ？Mickey 老师则问道：“你怎么可以把这些无辜的人都变成食物？”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阿布拉卡达布拉反问道：“我只是在用我的魔法创造出美好的世界而已。”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 ，Mickey 老师愤怒地说道：“这根本不是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个恐怖而残忍的世界。你完全没有尊重别人的意愿和感受，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和疯狂。尊重别人，尊重别人。”阿布拉卡达拉嗤之以鼻道：“尊重别人，尊重别人，我根本不需要尊重别人。我只需要尊重自己，因为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你错了，阿布拉卡达布拉。”Mickey 老师说道：“你不是最强大的魔法师，你只是一个失去理智和良心的魔法师，而且你不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因为我会阻止你。”哦，真的吗？阿布拉卡达布拉挑衅地说道。那就让我们来比一比吧，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强大的魔法师。好吧，就让我们来比一比吧 ，Mickey 老师应战道。但是这次不是用魔法来比，而是用美食来比。美食，美食，阿布拉卡达布拉惊讶地问道。用美食来比，这有什么意义？有意义，有意义 ，Mickey 老师解释道。因为美食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也可以传递人们的情感，而且美食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味和修养。所以用美食来比，就可以看出谁才是真正懂得欣赏和创造美好事物的魔法师。哼，这种无聊的比法我也不怕你，阿布拉卡达布拉说道。那么比赛的规则是什么？规则很简单 ，Mickey 老师说道。我们各自用魔法制作出一道美食，然后让这些被你变成食物的人来评判，谁的美食得到更多的好评，谁就是胜者。那么如果我赢了呢？如果你赢了，我就承认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并且不再干涉你的事情。那如果你赢了呢？如果我赢了，你就要恢复这些人原来的样子，并且永远不再使用你的邪恶魔法。好吧，就这样定了。那么先由谁开始呢？既然是你挑战我的，那就由我先开始吧 ，Mickey 老师说道。于是他举起手中的金色权杖，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形符号，随即一个巨大而华丽的蛋糕出现在他面前。这个蛋糕有3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颜色和口味。第一层是红色的草莓蛋糕，上面撒满了新鲜而甜美的草莓。第二层是黄色的芒果蛋糕，上面放了一圈圈切成小块的芒果。第3层是白色的奶油蛋糕，上面装饰了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巧克力。整个蛋糕散发出一股香甜而诱人的气息，让人看了就想尝一口。这是我用我的魔法制作出来的3层水果巧克力蛋糕， Mickey 老师介绍道。它代表了我的心意，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充满甜蜜、多彩和欢乐。说完，他将蛋糕放在桌上，在旁边放了一把蛋糕刀和一些盘子和叉子。好了，现在由你们来品尝吧， Mickey 老师对被变成食物的人们说道。被变成食物的人们听了 Mickey 老师的话，都感到很感动和感激。他们纷纷走向蛋糕，用刀切下一块，放在盘子上，用叉子送入口中。这真是太好吃了，一个被变成面包的男孩说道。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蛋糕。我也是，一个被变成汉堡的女孩说道。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味道，又香又甜又滑。我最喜欢的是草莓，它们好新鲜啊，一个被变成冰淇淋的小男孩说道。我最喜欢的是巧克力，它们好漂亮啊，一个被变成薯条的小女孩说道。就这样，所有被变成食物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了幸福和满足的笑容。Mickey 老师看到这些人的反应，心中也很高兴。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阿布拉卡达布拉却不这么想，他看到 Mickey 老师的蛋糕和那些人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妒忌和怨恨。他觉得 Mickey 老师在故意炫耀自己的魔法和美食，在羞辱自己的能力和品味。他决定要报仇雪耻，于是他也举起手中的黑色权杖，在空中画出一个方形符号。随即
一个巨大而可怕的食物出现在他面前。这个食物是由各种难以形容和辨识的东西组成的，它有红色、黑色、绿色、灰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和气味。它有毛、有角、有爪、有牙等等不同的部位和特征。它发出了一种令人作呕和恐慌的声音。它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和厌恶的气息，让人看了就想吐出来。这是我用我的魔法制作出来的恐怖大餐，阿布拉卡达布拉介绍道。它代表了我的心意，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充满恐惧、混乱和痛苦。说完，他将食物放在地上，在旁边放了一把锯子和一些破碗和生锈的勺子。好了，现在由你们来品尝吧。阿布拉卡达布拉对被变成食物的人们说道，不用客气，快点吃吧。被变成食物的人们听了阿布拉卡达布拉的话，都感到很惊恐和厌恶，他们纷纷退后一步，不敢靠近那个食物。我不想吃，一个被变成面包的男孩说道。我也不想吃，一个被变成汉堡的女孩说道。我最讨厌的是这种东西，它们好恶心啊，一个被变成冰淇淋的小男孩说道。我最讨厌的是这种声音，它们好可怕啊，一个被变成薯条的小女孩说道。就这样，所有被变成食物的人都拒绝吃那个食物，脸上露出了恐惧和抗拒的表情。阿布拉卡达布拉看到这些人的反应，心中却很得意，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 Mickey 老师却不这么想，他看到阿布拉卡达布拉的食物和那些人的表情，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同情。他觉得阿布拉卡达布拉在故意制造出这种可怕的东西来伤害和威胁这些无辜的人。他对阿布拉卡达布拉喝道，你够了，你做的不是美食，而是毒药，你没有欣赏和创造美好事物好的能力，你只有破坏和毁灭美好事物的欲望，你不配参加这场比赛，也不配使用魔法，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吧。说完，他又一次举起手中的白色权杖，在空中画出圆形符号。随即，一个巨大而美丽的食物出现在他面前。这个食物是由各种色彩缤纷和形态各异的水果组成的，它有红色、黄色、绿色、紫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和香气。它有苹果、香蕉、橘子、葡萄等等不同的种类和味道。它发出了一种令人愉悦和放松的声音，它散发出一股令人清新和开心的气息，让人看了就想咬一口。这是我用我的魔法制作出来的美味大餐，Mickey 老师介绍道，它代表了我的心意，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充满欢乐、和平和幸福。说完，他将食物放在桌上，在旁边又放新盘子和刀叉。好了，现在由你们来品尝吧。Mickey 老师对被变成食物的人们说道，不用客气，随便吃吧。被变成食物的人们听了 Mickey 老师的话，都感到很惊喜和感动。他们纷纷走向那个食物，用刀叉切下一块，放在盘子上，用牙齿咬下一口。这真是太好吃了，一个被变成面包的男孩说道。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新鲜和多汁的水果。我也是，一个被变成汉堡的女孩说道。每一种水果都有不同的风味，又香又甜又爽。我最喜欢的是苹果，它们好脆啊，一个被变成冰淇淋的小男孩说道。我最喜欢的是葡萄，它们好可爱啊，一个被变成薯条的小女孩说道。就这样，所有被变成食物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了快乐和感谢的笑容。Mickey 老师看到这些人的反应，心中也很高兴，但是阿布拉卡达布拉却不这么想。他看到 Mickey 老师的水果和那些人的笑容，心中充满了羞耻和怒火。尽管 Mickey 老师创造的美食让他觉得嘴里的唾液不断分泌，他压制着想尝一口的渴望。他认为 Mickey 老师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魔法和美食，在羞辱别人的能力和品味。他决定再次反击，于是他对 Mickey 老师大喊道，你以为你就赢了吗？你做的不过是些无聊和平凡的食物，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魔法和美味。说完，他也举起手中的黑色权杖，在空中画出一个三角形符号，随即一个巨大而恐怖的食物出现在他面前。这个食物是由各种腐烂和变形的动物尸体组成的，它有黑色、灰色、棕色、红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和气味。它有老鼠、蛇、狗、猪等等不同的种类和形态。
它发出了一种令人厌恶和恐惧的声音，它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和沮丧的气息，让人看了就想吐。这是我用我的魔法制作出来的美味大餐，阿布拉卡达布拉自豪地说道。它代表了我的心意，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充满恐怖、混乱和痛苦。说完，他将食物推向 Mickey 老师和那些人。好了，现在由你们来品尝吧。阿布拉卡达布拉对 Mickey 老师和被变成食物的人们说道。不用客气，随便吃吧。Mickey 老师和被变成食物的人们听了阿布拉卡达布拉的话，都感到很惊恐和厌恶，他们纷纷退后一步，用手遮住眼睛和嘴巴。不要，不要！他们大声地喊道。我们不要吃这种东西，这太可怕了。阿布拉卡达布拉见状，心中暗自得意，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 Mickey 老师却不这么想，他看到阿布拉卡达布拉的食物和那些人的反应，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同情。这场比赛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无论如何，阿布拉卡达布拉已经不想做出真正的美食了，这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Mickey 老师冷静地站起来，面对着阿布拉卡达布拉。你错了，阿布拉卡达布拉。美食的意义不仅在于味道，而更在于它所代表的心意和热情。你的心意只是恶意和毁灭。Mickey 老师看着那些被变成食物的人们，心中充满了同情。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不能让他们继续被阿布拉卡达布拉玩弄。于是 Mickey 老师决定用他自己的魔法将这些人恢复原样。当他把手伸向那些人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一股温暖的力量笼罩着自己，身体逐渐恢复了原状。林小饼也终于恢复了人类的身份，他不再是个饼，而是一个健康的年轻男子。感谢你的帮助，让我能变回人类。林小饼感激地说道。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Mickey 老师友善地回应。现在我要来做一整席真正的美食。Mickey 老师拿起锅子和食材，开始忙碌起来。Mickey 老师的手艺非常高超，他将食材一一加入锅中，用他独特的魔法辅助，烹调出一道道美味的菜肴。每一道菜肴都充满了他对美食的热爱和热情。当菜肴上桌时，所有人都感到口水直流，他们从来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食物，每一口都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一旁的阿布拉卡达布拉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嫉妒和愤怒。他觉得自己被 Mickey 老师打败了，他不再是比赛的赢家。美食的真正意义在于将心意注入其中，而不是毁灭和恐怖。阿布拉卡达布拉内心是明白的，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在众人享用着美食的时候，阿布拉卡达布拉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向 Mickey 老师。Mickey 老师微笑着看着阿布拉卡达布拉，伸出手来拥抱他，用温柔的声音轻轻说：我们一起享受这美食吧。阿布拉卡达布拉看起来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不过还是点点头，他太想尝尝这些美食了。毕竟他也是一个热爱美食的精灵，能够品尝美食会让他感到非常开心。夕阳正在西山脉上慢慢的消失，让整个天空渐渐染上一片橙红色。风吹过绿油油的草地，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湖面上的倒影波光粼粼，仿佛有千万只蝴蝶在跳舞。用完餐之后， Mickey 老师用魔法让所有人全都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夕阳已经落下了，星空慢慢的展现在眼前，星星点点，宛如无数的珍珠散落在天空中。林小饼正慢慢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享受着这个宁静的夜晚，心中感到充满希望和勇气，因为他已经度过一个危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还会继续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不过现在他会小心一些奇怪又诡异的餐厅了。故事到此结束。这个故事有趣吗？原本是由我主笔的故事，不过到后面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因为我越写越可怕。明明原本不想写恐怖故事的，于是我就请 Mickey 跟 AI 老头子接手，他们把故事改成了现在你看到的样子。你的感觉如何呢？我觉得 Mickey 把我写的故事改太多了，也不恐怖了。如果你变得太可惜的话，都是 Mickey 的错。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